宋爷爷这周的最新一篇日记来了。宋爷爷这周在日记中分享了姐妹俩的小牙齿，现在姐妹俩的恒牙正在慢慢长出，同时乳牙开始慢慢脱落，可以看到有些牙龈的位置发红了。不过不用担心，这是换牙时的正常现象。记得当时福宝在换牙时偷偷咬了妈妈一口，给妈妈的身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血色牙印。当时两个爷爷担心坏了，仔细翻看了福宝的全身，才发现是福宝掉牙了。另外，上周大家都看到了宋爷爷爬上树的样子。这次日记中，宋爷爷分享了自己爬树的个人感受和具体原因。宋爷爷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好奇，然后是实在没忍住，自己就爬了上去。当爬上去后，姐妹俩稍微彷徨了一下，很快就表现出了夺回小树的执念和意志。看宋爷爷这总结，看来在树上应该是玩得很开心。同时，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姐妹俩发现妈妈去室外园区的通道门口传来的过堂风很是凉爽，甚至很想跟着妈妈去室外玩耍。而宋爷爷表示，爱宝现在在有意无意地教导姐妹俩，现在还不到姐妹俩能出去的时候。但当姐妹俩知道自己不能去室外后，宋爷爷表示那一瞬间姐妹俩脸上满是遗憾。除此之外，宋爷爷在日记中提到，因为姐妹俩现在吃竹笋和竹叶越来越多，自己已经开始期待姐妹俩第一个竹子青团的样子了。宋爷爷对福宝一家的青团总是这般深情，而最近三叶草开始大面积的生长。当初宋爷爷在福宝走时没有给其制作三叶草花束的遗憾，现在全在姐妹俩这里补回来了。这周在宋爷爷不断挨姐妹俩欺负的同时，也总结出了最近姐妹俩力量的变化。宋爷爷表示，现在姐妹俩前爪的力量越来越大了，甚至恒牙长出来后咬自己的时候都更疼了。同时，对于姐妹俩的指甲磨损问题，宋爷爷表示这都是自然脱落，因为现在姐妹俩指甲也在成长时期，在爬树时磨掉的指甲会随着长大慢慢变得更加坚硬。今天的阳光洒在福宝的脸上，像是给福宝开了美颜。通过太阳光，姨姨们看到了福宝变白是什么样子的。福宝今天很有食欲，大口大口的吃着竹子，竹子上的每一片竹叶，福宝都不想放过。福宝吃开心时，小耳朵还一动一动的，舒适惹人喜爱。福宝一边吃着竹子，一边东张西望着，看着看着，福宝想下去玩耍了，立马嚼了两口嘴里的竹子，从小木床上来到坡下。福宝围着园区转了半圈，来到了饮水盆前，坐在饮水盆前喝起了水，看样子是刚才吃太多了，有点噎着了。福宝喝完水后来到小泳池前，福宝看着小泳池里的水，心想这怎么变白了。福宝仔细嗅了嗅有没有危险，但结果自己的胡须被树叶扫到了，生气的福宝对着树叶就咬了一口，吓了一下树叶。确认完小泳池没有危险后，福宝在园区闲逛着。福宝一边往通道门口走，一边观察着园区，就这样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的就回到了室内。而与此同时，乐宝此时在树上玩耍够了，刚从树上下来，乐宝来到已经被盘包浆的小亭子护栏上，又给其增加了一下气息感。给小亭子标记完后，乐宝来到坡下，给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蹲下便拉起了青团。乐宝一边拉着青团，一边抬头看着游客们，心想那个举着手机的是什么意思？别人拉青团也要拍吗？有点不礼貌了吧？乐宝拉完青团，脸红的转头就跑回了家。乐宝回家后，一只鸟宝来到了乐宝饮水盆前，在乐宝的饮水盆里洗了个澡，看到爱宝半梦半醒的状态，还在给熊猫宝宝舔舐身体，我才明白为什么爷爷们总是提及爱宝是个伟大的母亲。这天爷爷来看爱宝时，明明爱宝此时很困，但还不忘给二宝舔舐身体。爱宝看到二宝躺着不舒服，于是便给二宝翻了个身，将其抱在了怀里，给二宝吃起了奶。二宝吃到奶后，开心的小脚还不停地在摆动，直到爱宝困得实在坚持不住了，爱宝这才睡去。爱宝将二宝搂在怀里，害怕二宝乱跑，亦或是怕二宝没有安全感。不过此时二宝并不理解妈妈的爱，二宝在妈妈怀里不断的折腾，试图爬出去玩，而爱宝以为二宝是不舒服了，抓着二宝的头就给二宝扶正了。二宝坐起来后停止了折腾，看来还是爱宝最懂自己的熊猫宝宝。等二宝躺下后，小手直接搭在了二宝的眼睛上。爱宝对二宝说，闭上眼快睡觉。下午爱宝睡醒，去到旁边房间吃竹子，江爷爷则来到二宝这里，为二宝打扫房间的卫生，对房间进行简单的清理后，爷爷又去拿来了体重秤和升级版的塑料盒。今天二宝的体重是5230克，二宝体重成功突破10斤。第二天早上，爷爷再来上班时，此时大宝已经醒了，不过大宝看上去怎么有点炸毛了，看上去没有妹妹二宝胖乎，但大宝的长相精致。而话锋一转，爱宝睡觉时不小心给二宝的头压在身下了，二宝正试图解救自己，在妈妈的怀里不停地翻滚。二宝知道这次自己的命完全是在自己手里，
二宝拼命给自己折腾出来后，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看给二宝累的。时间很快来到了10月5号，又到了2只熊猫宝宝交换生活的日子。宋护卫抱着装有二宝的盒子，稳健地走向室内。这次2个姐妹见面时，颜色上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了，只是大宝的毛发有点自来卷，而二宝的毛发则是直的。大宝的脸型比较细长，而二宝的脸型则比较圆润一些。二宝对这个新环境很是好奇，想着自己接下来的10天能够独自拥有这么大一个床，就很开心，再也不用被妈妈压在身下了。宝和华阳小时候可谓是两小无猜，每天吃饭睡觉玩耍都在一块儿，不过彼此也会相互打闹。今天华阳就绕到了爱宝的后面，偷咬了爱宝一口，给爱宝拽到了怀里，然后顺势给爱宝推了下去，咬爱宝的屁股。由于此时是在坡上，俩熊不小心一下滚了下去，爱宝顺势一屁股坐在了华阳的脸上。爱宝感觉自己屁股下面软软的，华阳一个翻滚给自己挣脱了出去，然后继续欺负爱宝。爱宝真是从小被熊烦到大，小时候被华阳烦，长大后被福宝烦，一直都没消停过。华阳和爱宝从坡上打斗到坡下，依旧没有分出个胜负。不知道爱宝的双胞胎熊猫宝宝长大后会不会也会像爱宝和华阳一样这么搞笑？要是如此的话，姨姨们可有的看。俩熊不断滚落，棋逢对手，难分胜负。爱宝给华阳顶到了树上，想要挣脱开，而华阳就像福宝的小时候一样，爱偷咬爱宝的脖领子。爱宝被华阳按在了身下，等爱宝要还手时，华阳抱着小树就往上爬。爱宝不想和华阳玩了，自己跑到了坡上。华阳看到爱宝好像生气了，赶忙从树上下来，和爱宝认错，跟爱宝说对不起。而此时的乐宝正单身狗一枚，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后的小娇妻正在和别人玩得火热。不过反过来看，乐宝也是很幸福的，小时候每天吃吃睡睡，等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也不用自己去找女朋友，直接有一个既漂亮又可爱的女熊空降到了自己的身边。而且在小时候就有了丰富的地理阅历，去过临沂，到过都江堰，成年后飞往了异国他乡。最主要的是，在每一个地方，乐宝都能生活得很自然，不管在哪，乐宝都能让自己吃饱喝足。饲养员们也都很喜欢乐宝这活泼开朗的性格。这是乐宝当时在临沂的画面，乐宝的窝头就像是吃面包片一样，苹果和胡萝卜也是一样管够。而乐宝每次吃东西时也都很懂事的将手放在检查台上，奶妈检查乐宝身体时，乐宝也会很配合奶妈。乐宝站起身对奶妈说自己健壮的很。宋爷爷正在去看熊猫宝宝的路上，爷爷隔着窗户观察了一下爱宝和熊猫宝宝。爷爷来到厨房，拿出胡萝卜，打算给爱宝也准备一个礼物。在爷爷的一阵鬼斧神工下，爷爷给胡萝卜雕刻成了100的字样，然后插在了一块窝头上。之后又来到监控前，观察了一下爱宝此时的动态。爷爷表示，此时的爱宝正在给瑞宝喂奶，为了让瑞宝吃饱，所以爷爷没有在这个时间段进去，而是打算等爱宝给瑞宝喂完奶后再进去，因为要尊重动物自己原本的行动或节奏，一旦进行打断，那他就不会再继续了。时间很快过去，爷爷扛着竹子和小零食来到房间，爷爷将竹子放下，胡萝卜喂给爱宝，紧接着又将瑞宝放在了塑料盒里。因为今天不只是熊猫宝宝的100天，也是熊猫宝宝再次互换生活的日子。宋爷爷抱着瑞宝来到房间门口，将瑞宝交给江爷爷。瑞宝和辉宝再一次见面，左侧有点黄黄的是瑞宝，右侧的则是辉宝。有段时间没见面，姐妹俩有点面生了，不过很快姐妹俩又熟悉了起来。辉宝在姐姐身下钻来钻去，一会2个爷爷一人一只熊抱着，对2只熊猫宝宝说着祝福其100天快乐的话。祝福完，宋爷爷抱着辉宝离开。这次轮到辉宝在妈妈身边生活了，辉宝顺便感受了一下逐渐变凉的天气。爷爷稳稳地将辉宝送到爱宝房间，将辉宝放在原地，让辉宝等待妈妈的到来。爱宝坐到辉宝的身边后，辉宝很自然地趴到了爱宝的怀里去吃奶，爱宝则安静地坐着给辉宝吃。一会儿吃完奶后，爱宝累得困着了，辉宝也跟着小睡了一会儿。辉宝醒后，自己趴在栏杆上张望着，很是可爱。等爱宝醒后，爱宝将辉宝抱在怀里，开始了母女俩的幸福时光。下午爷爷来给辉宝测量体重，6.19千克。江爷爷感叹道，辉宝最近吃了很多，已经赶超瑞宝400克了。江爷爷总结道，辉宝吃奶时比瑞宝要聪明，辉宝在吃奶时不管爱宝什么姿势都可以让自己吃到奶，而瑞宝则没有妹妹这般机灵，所以体重就要比妹妹轻一些。讲解完后，爷爷开始给爱宝打扫房间，每一块瓷砖都不放过，而一旁的辉宝则不断挪动着身体，使自己翻过来，好在是成功了。而爷爷这儿又开始为瑞宝准备食物了。
辉宝的食物是营养奶粉，爷爷用奶瓶小心翼翼地给辉宝喂食着，手上捏着瑞宝的嘴巴，是因为防止其吃饭时进空气而呛到。吃完饭后再拍拍背，这样瑞宝的进食便完成了。江爷爷表示，现在每天喂2次，早8晚8各1次，中间会帮助熊猫宝宝排便消化。而瑞宝和辉宝则有点不一样，辉宝能够一直吃饱为止，但瑞宝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妈妈的奶。瑞宝有点不喜欢奶瓶，不过随着其长大，相信会慢慢习惯的，很期待以后2只熊猫宝宝一起生活的画面。宋爷爷将福宝吃剩的竹子用绳子捆好，这是打算给隔壁大象的饲养员送礼物去了。捆好竹子，还顺便给福宝扫了一下小木床上的青团碎屑，而被福宝吃过的竹子，爷爷则另外进行整理。今天的竹子，爷爷怎么带来的，又怎么给带了回去？早上一看福宝时，刚好赶上了福宝的吃播。福宝的小脸日渐圆润了，渐渐有了成年大熊猫的样子。福宝眯着小眼，惬意地吃着竹子，对窗外的嘈杂声丝毫不受影响，每一根竹子吃的都很美味。而乐宝这里正仔细挑选着令自己满意的竹子，姨姨们表示乐宝越来越像个老大爷了。福宝这次并没有吃很多，浅浅吃了几口后，福宝来到了自己的小树上睡觉。看样子昨晚福宝应该是通宵熬夜了，或许跟隔壁的爸爸彻夜长谈了。下午3点半，姨姨再来看福宝时，福宝来到了室外园区。福宝坐在小木床上，仔细品尝着自己手里的窝头。福宝现在的精神状态明显比早上时要好，看来刚才那一觉福宝睡得很舒服。秋日的阳光洒在园区里，不冷不热的。吃完窝头后的福宝又给小木床上的竹子打扫了个干净。这次福宝没有打算给隔壁大象加餐。福宝吃完竹子后，根据自己的习惯，蹲坐在小木床上，给吃剩的竹子里加了点料。青团拉完，福宝整个一个身心舒畅。福宝在小木床上打了个滚儿，躺在小木床上给自己挠着痒。一会儿，福宝来到了大柱子前玩耍，大柱子上滑溜溜的，福宝背靠在上面，感觉很舒服，但就是摩擦力太差，无法给福宝足够的支撑感。无聊的福宝来到了坡下的小亭子上，福宝抓着树干3两下爬到了树上。福宝乖乖坐在树杈上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可爱。福宝给自己腾空支撑在2根树干的缝隙里，时不时抬头望望树顶，亦或是回头看看园区外面这拥挤的人群。福宝从树上爬了下来，想要凑近一些观看，就像是姨姨们在看自己一样。福宝也想要看看姨姨们。福宝趴在窗户上和姨姨们打着招呼。一会儿，福宝想回家了，来到爷爷门口，给爷爷敲门，喊爷爷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去。福宝用小手扒拉着爷爷的门沿，甚至还扶着门给自己转了个身。福宝一直在爷爷的门口呆坐着，直到爷爷将通道门给自己打开。